狗东西，你敢骗我！婚期在即，你在外养万世藏私！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饶了我！还想让我给你树种做便宜娘？我们成婚，我把万世送走好不好？成婚？你也配？这婚事从今日起吹了！你是不是傻？是不是缺根弦？他那样对我，我难道还要忍气吞声？忍？你就不会等嫁过去再隐忍，等成正室握管家权，有的是法子收拾贱人。我的婚事容不得杀子，名声我不稀罕。你真是要气死我！婚事吹了，你日后怎么立足？小姐，夫人，郑国公夫人亲自上门提亲了。沈小姐，沈夫人，我今日专为提亲而来。国公夫人，您说笑，小女如今名声不堪，我知晓你女儿追杀未婚夫的全部事。我儿子是糊涂蛋，认姨娘不认亲娘，甚至要把世子之位让给庶出弟弟。我不求贤良淑德，只求能治住我儿。只要你稳住世子位，金银管家全任你提。国公夫人放心，此事我应了。好一个爽快人！3日之后上门迎亲。讨好本世子，本世子也不会看上你。你个毒妇！我若是不毒，你娘怎么会要我这个声名狼藉的女子过门？我娘不会放过你的。聒噪！毒妇，你要干什么？让外面候着的女子进来伺候世子。郑国公夫人聘我，不过是想要个管家妇，保住他这废柴世子的位子，再生个嫡长孙。不过没关系，这笔买卖我接了。夫君，该去给高堂敬茶了。软脚虾一个，还敢觊觎我精心挑选的瘦马？红哥儿的新媳长得可真好，听说昨夜与红哥儿也是恩爱，快加把劲儿，给红哥儿生个嫡子才是。儿媳闺中便听闻公父乃是战场上1等1的悍将，儿媳爹爹还特意给公父备了一份礼物，只盼公父能喜欢才是。英雄配美人，爹爹说了，公爹切不可推辞。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心腹送此贺礼的，心腹果真与外界传闻那般不一般。自然，不然我怎能入得了母亲的眼？说来，我倒不知姨娘年纪这般大了，日后便少伺候些公爹吧。这国公府要多有些小主子才好，才显得香火兴盛。哎呀，姨娘您看看您，一笑啊，脸上脂粉簌簌的掉啊。婆母，这梁姨娘年纪大了，住着那么好的阎落也没用，不如叫她腾出来给几个新姨娘住。好孩子，你去做吧，你做事我放心。再敢跑，叫你永不用宠幸女子。娘子，我不跑了，我再也不跑了。夫人，自打您定下规矩后，世子如今半点不敢胡闹，日日安分守在各姨娘院里，再也不帮着庶出弟弟争位子了。安分就对了，往后府里哪位姨娘一旦诊出有孕，不必私下安置，直接送到婆母院里去侍奉。奴婢记下了，倒是一桩两全其美的好事。世子乖乖开枝散叶，婆母忙着照看小辈，
国公爷乐得逍遥，人人都有好前程。夫君，你看你就会打趣人家。许是过得太顺心，我都忘了，这位梁姨娘能够压着镇国公夫人数十年，凭借的可不仅仅是美貌，她有的是手段。这镇国公府的后院，终究还是要靠手段说话。娘子，我就跑那么2只，那些女人实在是精力旺盛，我实在顶不住了。世子误会了，不是，为妻我是有其他事要问下夫君。我不过回家几日，这梁姨娘怎么又搬回来了，还进进出出公爹的院子。那梁姨娘舞技精湛，跳的惊鸿舞更是一绝。前几日爹爹便是因为倾倒于她的惊鸿舞才接回府的。原来如此，靠着一只惊鸿舞又复宠了。疼死我了！公爹到底是怎么了？可是吃坏东西？老国公这是中毒了，这是使女子堕胎的良药，虽对男子身子无碍，但若误食会使肠胃不佳。国公爷啊，你好可怜啊，被自己的亲孩子害成这样。梁姨娘，公爹无碍，你如此便是诅咒国公爷了。敢问居心何在？你们夫妻2个想谋害国公，我还不能为国公抱不平吗？把官差请进来。官差大人，我府中这姨娘说我与世子谋害公爹，便麻烦几位过来做个见证。我今日想给国公爷送早膳，却看到世子偷偷摸摸从院子里出来，定是因为府中其他姨娘有孕。世子怕影响自己，便想着给有孕的姨娘下药堕胎，不料却被国公爷误食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好精彩的戏码！好生回话，这糕点是哪里来的？回夫人，这是梁姨娘送给我们的，我们心里提防不敢吃，没想到国公爷来查房时，见这糕点精致，顺手就吃了一块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想一石二鸟，蠢货！大娘子，事情办妥了，白鹿书院那边已经放榜，明哥儿因为文章抄袭，被书院除名了，这辈子都别想再进去了。街头巷尾都传遍了。很好，不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你去安排个衍生的小丫头，把这消息不经意地透给被关禁闭的梁姨娘。是。敢算计我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在乎的东西一件件毁灭。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的儿女？婆母也与你无冤无仇，你压着她这些年，难不成忘了自己做过什么？其实你要是单单争宠就算了，偏偏还敢算计在侯府子嗣的身上。你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这么多年，唯有你诞下子嗣，别自欺欺人。你，我求你放过我的儿子就好，我求你放过我的儿子就好，我求你。他自己放的火，想用自己的死给那废柴儿子换一条生路，可惜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我会让他吃穿不愁，但想有作为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我的儿果真是好手段，国公府现在被你治理得服服帖帖的。娘，你若是也想我爹被收拾得服服帖帖的，我也可以把家里的姨娘收拾一趟。你这皮猴，家里哪轮得到你操心？我对抗不了这个时代的3妻4妾制度，但我能在自己的1亩3分地活得恣意，活得痛快。任何敢挡我的规矩，我都会一一砍碎。你们都下去吧。说起来，我该多谢你的。婆母何出此言？从前国公也有多宠那梁于妃啊，可一旦触及了她的颜面，还不是说抛到脑后便抛到脑后了。如今几个青春貌美的女子，便又轻易勾走了她的心。不怕你笑话，当日我是因心悦你公丈才嫁过来的，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，若是把梁姨娘送走，国公会不会回心转意？是你雷霆般的手段让我知道，原来女子
还是自己过得舒心才是真的。婆母能想通，便是国公府的福气。我那儿子愚蠢，本不配你。以后你放开手去收拾，若是他实在扶不上墙也不怕。如今这满院子的孩子，总有一个能养出来。不止这管家大权，还有求亲之时答应你的偌大财富。今日我全数交托于你。钱财在手，才能肆意自由。这国公府从今往后，规矩由我来定。在自己家里也像做贼，世子爷好雅兴。我来看看你。扭扭捏捏的，何事快说。娘子救我！你又闯什么祸了？没，娘子，你和我娘在主院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你们不能用完我就丢呀！我承认当日想把世子之位让给我弟弟，是我蠢，我终究是国公府的嫡子，我娘的亲儿子呀！你们与其去想那些还穿开裆裤的庶子，不如看看我。倒是开始长点脑子了。我确实需要一个男子替我在前朝办事，等那些孩子长大确实太慢了。日后娘子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我绝对为娘子马首是瞻。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想做我手里好用的刀，可没那么容易。我考虑考虑。娘子，我背疼。背疼？你这国公府空有爵位，朝中无半点实权。若朝堂动荡，你这点富贵不过是镜花水月。从今日起，头悬梁，锥刺股。若是考不上功名，你就滚出这个院子，和那些庶子一起去喝西北风。我读，我马上读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。”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非得拿鞭子抽才行。夫人饶命，妾身只是多拿了2匹上好的苏锦，并非有意冲撞夫人定下的规矩啊。规矩就是规矩，我不管你以前在国公爷面前怎么邀宠，如今这后宅，我说了算。这府里我愿意给的，你们拿着；我不给的，谁敢伸手，我就剁了谁的手。拖下去，结结实实打20大板，让他长长记性。夫人，恩威并施，没了梁姨娘，这些蠢货也得好好敲打。只要听话，我自会让他们过得宽裕。若想找死，我不介意送他们一程。娘子，中了，我榜上有名了。虽未进头榜，但也算差强人意。多亏娘子教诲，这是我用积攒的月钱给娘子买的，还望娘子不弃。算你有心，我已经暗中打点过了，明日吏部便会有调令，给你谋个清贵的闲职。这只是第一步，记住，入了朝堂，你的眼睛要放亮些，嘴巴要闭紧些，要沉得住气。棋子已经就位，就看这朝堂的水有多深了。怎么，朝堂的顶梁柱被同僚的口水冲垮了？他们都笑话我。笑话你什么？笑话你曾是个亲近姨娘的糊涂蛋，还是笑话你如今是个言听计从的惧内之人？我一句话也插不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他们似笑非笑的眼神。
娘子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没用，是因为你蠢。你错的不是不知如何应对，而是从一开始就站错了地方。你今日为何站在御史台那几人身边？你以为他们是清流，便可亲近？你可知他们昨日才参了吏部一本？你往那儿一站，吏部的人抵当你和他们是一伙的。还有，户部尚书谈及漕运亏空，你为何眼神躲闪？那是心虚，是外行，你一无所知，就该面无表情地听着，而不是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左攻右盼。他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？连我的眼神动作都一清二楚，他简直是个怪物。明日照这里面说的做，什么时候说，对谁说，一个字都不能错。是，全听娘子的。娘子，你神了！怎么，今日没被笑话？今日朝议，边境小城的关税纠纷悬而未决，我依着娘子锦囊里的说辞，装作憨直的模样说了一通。满朝文武起初还笑我，可听完后，连圣上都对我露出了嘉许之色。更重要的是，退朝时，御史中丞周大人居然破天荒地叫住了我。哦，周中丞对你说了什么？周大人夸我，说我看似质朴，却一语中的，颇有大智若愚之风。娘子，我终于在这朝堂上站稳脚跟了。蠢货！娘子，周中丞乃是朝中重臣，他夸我，难道不是好事？你可知周中丞弹劾的最狠的人是谁？我不清楚。是吏部侍郎李光，他与周中丞乃是死敌，水火不容。周中丞今日当众对你示好，在李光及其党羽眼中，你就是投靠了御史台的新钉子。恭喜你，夫君，你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党争的绞肉桶里。那该如何是好？这本就是你的磨刀石，等着吧，他们很快就会对你动手。娘子，李侍郎送来请柬，点名要我赴宴，这绝对是鸿门宴，我不能去啊！要去，什么都别说，什么都别做，只需记住，你是镇国公府的世子，做直了，别丢人。来，本官敬世子一杯。世子爷当真是好福气呀！不仅朝堂上屡有惊人之疑，家中更有贤内助，将国公府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侍郎大人过誉了。听闻世子妃名下的产业遍布京城，日进斗金，比我们这帮领朝廷俸禄的可是阔绰太多了。只是国库空虚，圣上正为此烦忧。我近来奉命协理户部，清查京中大商号的税款，想必国公府家大业大，定会做个表率，将历年税款分毫不错的缴通吧。完了，他要断国公府的根。夫人，出大事了！我们在京城最赚钱的2家丝绸铺子被京兆府的官差贴了封条，说是账目不清，要彻查。那些布商船行听了风声，全都取消了订单。完了，全完了！他们这是要扼住我们的咽喉，把我们往死里逼啊！急什么？他要查，便让他查。娘子，我们都被逼上绝路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明日早朝，你只需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哭穷，去找那些老臣哭，去陛下面前哭，就说你媳妇儿的嫁妆铺子被封了，国公府上下几百口人快揭不开锅了。
你堂堂世子，连给同僚买杯茶的钱都掏不出来，这让我如何拉得下脸？去，把我司库里的现银分批全部提出，以最快的速度去市面上收购德源粮行的散股，不管多高价钱，有多少要多少。是。李光，你以为捏住了我的钱袋子，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釜底抽薪？周大人啊，你行行好，借下官10两银子吧。我家那母老虎的铺子被封了，如今府里连下人的月钱都发不出来了。什么镇国公世子，不过是个软骨头的窝囊废。国公府死期将至。老爷，不好了，粮价，京城粮价暴跌30%。你说什么？舅老爷的德源粮行前期可是高价囤了海量粮食，崩了，全崩了，资金链断裂，无数债主堵在粮行门口。舅老爷他已经当场吐白沫晕死过去了。老爷，有人送来一封信。夫人真是神人，李侍郎那么大的阵仗，硬是被夫人几招就给化解了。现在外头谁还敢小看咱们国公府？那些说世子惧内的，现在都闭嘴了。夫人，三叔公带着几位出了五房的族老，在城外的宗族祠堂聚了好几天，今日直接杀进府里来了。越是腐朽的东西，越是喜欢拿规矩和祖宗牌位来压人。走，去会会他们。媳妇儿见过三叔公。哼，沈氏，我镇国公府的门楣，何时轮到一个以毒妇之名闻于京城的女子来当家做主了？三叔公，其实他越是腐朽的东西，越是喜欢拿规矩和祖宗牌位来压人。你还不知错？身为妇人，不守妇道，败坏门风。今日我便要替祖宗家法，好好教训你。你这个逆子！三叔公教训的是，身为妇人，的确该懂妇道。哼，到底还是个女人，搬出祖宗家法，她还不是得乖乖低头？但不知在三叔公和各位叔伯眼中，镇国公府的妇道究竟是什么？春和，把我准备的东西拿上来。这是我嫁入国公府之前的账册，府中每年进项3万两，支出31000两，年年亏空，全靠婆母用嫁妆填补。府里的田庄10个有8个被你们这些所谓亲戚举荐的管事欺上瞒下，收成连年力竭。这是我长家2年后的账册，府中名下产业丝绸、茶叶、粮行年进项共计12万两，2年来不仅补上了所有亏空，还为府中净赚了15万两白银。田庄尽数收回，管事全部更换，今年秋收比往年翻了3倍。这2年，在座各位叔伯，谁家从宗族里领的分红没有比往年多出1倍？我败坏门风，你们倒是花着我挣来的银子，花得心安理得。你这是强词夺理，商贾建业岂能与我镇国公府的清誉相提并论？清誉，就在半月前，吏部侍郎李大人动用官府势力查封我2家铺子，联合京城商户意图断我财路。若非我行事果决，此刻的镇国公府早已是京城的笑柄，连下人的月钱都发不出。到那时，所谓的清誉还能值几个钱？三叔公，我请问你，当豺狼已经打到家门口，是祖宗传下来的基业重要，还是抱着一本远迂府的女诫饿死冻死门风？还是你们这些只知空谈礼教，却对危机视而不见的蛀虫在败坏门风？族老，时代变了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如今您看到的，才是我为国公府打造的新家风。我妻子的意思，就是我的意思。
听说了吗？镇国公府那位世子妃，管家是把好手，可惜是个不下蛋的母鸡。大嫂啊，您看红哥年纪也不小了，这膝下空空，我们这些做叔伯的真是替您着急啊。那李世兰家的小姐最是疑难之相。你们都退下，守在院门口，没有我的话，谁也不许进来。是。好孩子，这些日子委屈你了。婆母，我不委屈。外头那些风言风语我都听见了，可红孩儿毕竟是国公府的独苗，祖宗的香火不能断啊。他们以为抓住了我的7寸，真是愚不可及。要不就为红哥儿再添2个人。你婆母说的是，夫君的子嗣本就是头等大事，纳妾之事宜早不宜迟，此事便交由我来操办吧。你来操办？首先，家世清白，3代无劣迹，不可与2皇子党羽沾亲。其次，品行温柔贤淑，聪慧明理，不可搬弄是非。再者，八字必须请钦天监的大师亲自核算，要与国公府的气运相辅相成。最后也是最要紧的一点，如今府里产业众多，我一人实在分身乏术。新进门的妹妹必须通晓术务，能看懂账本，最好还能在我忙不过来时搭把手，协助我打理1、2。春和，传我的话下去，就按这4个条件给世子爷选妾。芷兰妹妹这双手生得真是巧，听三叔公说，妹妹不仅才情出众，连这算盘也是打得极好。夫人谬赞了，芷兰不过是略懂皮毛，日后还要多向夫人请教。春和，去库房把我那套赤金点翠头沿拿来，赏给芷兰妹妹。是，多谢夫人赏赐。世子妃呀，芷兰这孩子可是我们王家最出瓢的，等她进了门，定能替你分担不少府里的杂事。那是自然，有三叔公亲自作保的人，我自然是100个放心。三叔公，你们的死期到了。诸位，今日老朽在路上，无意中捡到一张香气四密的信签，本以为是哪位才子的佳作，谁知细看之下，竟是一首情意绵绵的闺阁艳诗啊！哟，老先生，快念来听听，是哪家的大小姐发春了？罗衫半解恨春短，潘郎入梦夜夜欢。这末尾啊，还落款了一个小字，兰。兰，玉簪花香，这是吏部侍郎家要给世子做妾的王芷兰。难怪写潘郎，世子不姓潘，这王家大小姐是个与人私通的破鞋。回老夫人世子妃，这2份字绝对出自同一人之手。岂有此理！简直是欺人太甚！王家竟敢把这种不干不净的女人往我们国公府塞！婆母息怒，都是媳妇儿不好，没有查清王芷兰的底细，差点坏了世子的名声。这怎么能怪你？要怪就怪那老不休的三叔公，竟联合外人来算计咱们。
祖老，您前些日子教训我说妇人干政，否极刺臣，会败坏门风。今日我便让您瞧瞧，究竟是谁在挖我们镇国公府的根。半月前，吏部侍郎王家通过数个钱庄辗转汇入三叔公长子名下商铺白银5万两，后面附着的是三叔公长子亲手画押的收据。你血口喷人，那是我家正常的生意往来。生意往来，好啊。那我们再看看后面的密信。三叔公力劝王家女，根本不是为了给国公府开枝散叶，而是与王家内外勾结。信中写的明明白白，只要王芷兰进了门，你们便借协助管家为名，吞骗我名下最赚钱的2家丝绸铺和3家茶庄，利润对半分。信里还说要在我的饮食中动手脚，让我缠绵病榻，无力事事。三叔公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正常往来？混账！我将证据呈上，并非要祖老为我做主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若是被我那些手段不济的姐妹遇上，国公府怕是早已被这群硕鼠蛀空了。来人，明钟，开祠堂，将沈怀山一家尽数带到列祖列宗面前，除名，收回一切宗族产业，逐出京城。夫人，幸好我从未有过儿心。你有过，只是没机会而已。记住，不要有下一次。夫人，这可万万使不得呀！有何使不得？盐银铁器，皆由朝廷专卖，如今江南沿路10之7、8。都攥在二皇子手里，贸然伸手，无异于虎口夺食啊！虎口夺食，我偏要去试试，这老虎的牙究竟有多利。夫人，二皇子心狠手辣，若被他察觉，我不买盐，只买人。你带上这300万两银票南下，用3个月时间，给我悄无声息地控股扬州7家最大的盐商。把他们变成我们的掌柜？我要让二皇子的垄断撕开一道血淋淋的口子。小人遵命。大钱商率，大钱商率。夫人，宫里二皇子殿下身边的李管事来了，让他进来。咱家今日来，奉了二皇子殿下的口谕，世子妃娘娘是聪明人，想必也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越界的事。殿下说了，念在镇国公府是朝廷勋贵，给你留几分体面，即刻起退出江南沿路，并将半年来所得银两悉数上交。殿下仁慈，可既往不咎。说完了。世子妃，你可想清楚了？这不是你在后宅跟姨娘们斗气，违逆殿下的后果，镇国公府怕是承担不起。也就是说，没得谈了。谈？你也配？很好，来人。怎么，世子妃可是要跪下领罪了？打断他的腿，从府里丢出去。你敢？咱家可是二皇子的人！你们这群狗奴才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的腿！沈氏，你这个毒妇！殿下不会放过你的！回去告诉你的主子，国公府的钱他拿不走，想要就凭本事来抢。你怎么能这么做？那可是二皇子的人。不然呢？你要我跪下磕头，奉上银子，
再任由他踩着国公府的脸面扬长而去。你就这么把他打断了腿丢出去，二皇子岂会善罢甘休？这是要将整个国公府拖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儿媳啊，此事确实莽撞了些。二皇子权倾朝野，我们这般得罪，怕是……萧红，你要记住，面对豺狼，你退一步，他便会进10步，直到将你啃得骨头都不剩。权力的游戏里，从没有仁慈，只有示弱的代价。可我们拿什么跟他斗？我的儿啊，造孽啊！这到底是谁下的毒手？夫人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屠杀，数十名黑衣死士从街道两旁杀出，刀刀致命。随行的12名兄弟战死了10个啊！这不是警告，这是宣战。二皇子动了我的夫君，就是动了我最核心的利益。全都给我闭嘴！去，把我们养在南边的那些人全部叫回来。既然他二皇子想玩命，奉陪到底。从即日起，府中废职各院的小厨房和私教，在后院揽月阁设立家学。太好了，咱们的孩子也能跟着名师读书，将来博个好前程了。所有记在我名下的庶出子女，不论男女，年满6岁者必须统一入学。下面我念念课表：卯时起，习武1个时辰；辰时至午时，习经史子集；未时，习谋略兵法；申时，习财报账目；酉时，习弓马骑射。夫人，这哪里是读书，这分明是练兵啊！女孩家去学兵法韬略，这可是离经叛道啊！受不住就去外面的庄子上养着，一辈子别想再踏进国公府半步。你是想让他们做人上人，还是做个任人宰割的废物？自己选。谋攻篇，背。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。嫡母，儿子实在背不出来了，太难了。难，就不用做了吗？夫人饶命啊！个儿还小，会冻死人的。我要淬炼的不是一群娇生惯养的少爷小姐，而是一群足以撕碎任何敌人的怪物。世子妃，老夫教的是圣人经典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。敢问您让公子小姐们学的究竟是什么污杂糟的东西？是活下去的本事。让千金贵女去学阴鬼兵法，去拨弄市靠算盘，这就是您说的本事？女戒何在？三从四德何在？此乃否极司晨，家门不幸。您这不是教养，您是在养蛊，是在毁了国公府的100年根基啊！孙夫子，您读了一辈子圣贤书，可知如今朝堂之上，二皇子党羽遍布，对我商君虎视眈眈，可之间府外强敌环伺，稍有不慎，便是满门抄斩，乱世已至。我的孩子们若只懂吟风弄月，便是待宰的羔羊。我教他们兵法，是让他们懂自保。至于女儿，将来绝不会成为任人拿捏的联姻棋子，他们必须有利爪，有尖牙，能守护自己，更能撕碎敌人。疯了！你真是疯了，简直是离经叛道！老夫断不能与你这等罔顾礼教的毒妇同流合污！老夫今日便辞去教职，我必上书御史台，弹劾你败号人伦，为祸朝纲。老夫倒要看看这朗朗乾坤还有没有王法。嫡母，孙夫子辞馆的消息已经飞遍京城，京中士大夫群情激愤，说您将国公府变成了修罗场。就在刚刚，御史台正式受理了孙文柏的弹劾奏章，一场狰狞的公开听证会即将召开，我们要如何应对？急什么？既然他们想玩，那我们就去公堂上教教这帮老腐书，什么叫真正的规矩。镇国公世子妃沈氏无视礼法，倒行逆施，教女子兵法权谋，是为否极司晨，取世家子弟如军中莽夫。
是为败坏门风。此等毒妇若不严惩，纲常何在？恳请诸位明断。王御史所言，句句诛心。只是，与其听我辩解，诸位大人何不亲眼看看，我教出的孩子究竟是妖孽还是璞玉？黄口小儿能懂什么？你想用孩童博取同情？环哥儿，王御史说我教你兵法是祸乱之源，你便与他论一论，国策中秦赵之战根本差别何在？回大人，差别不在法与兵，而在用人之道与国情之时。法无定法，因时而变方是强国之本。若固守成规，不知变通，便是将利剑当废铁，国之不幸。户部张主事可在？烦请出几道田亩税收的算题。良田327亩，上田税1斗3，占4成；中田税9成，占3成5；下田税6成，占2成5。总税几何？上田税170斗04分，中田103斗，下田49斗05合，总计332斗09合。分毫不差。诸位大人，我教的孩子，一个论国策，一个算钱粮，请问，这究竟是败坏门风，还是兴家旺国？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郑国公世子妃沈氏治家有道，教子有方，所出之子堪为表率，特驳回御史台所奏，赐国之栋梁，匾额一方，钦此。我赢下的不仅是这场听证会，更是天下至尊的目光。奉令宣读：兹闻镇国公府世子夫人教子有方，特令从国公府庶女中择一才貌出众者，前往内府陪伴昭阳公主，以习诗书，共沐恩宠。臣妇领旨谢恩。夫人，这挑选入宫人选的重任就全交于夫人您了。3日后，咱家带着马车来接人。这是要试探我的忠心，更要看我选出的棋子能不能入他的眼。臣妇定当仔细斟酌，不负娘娘厚望。夫人，兰姐儿可是您亲自教导的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定能胜任。都退下，人选我自有可教。这次入宫伴读的人选，就由3女儿云姐儿入宫吧。这次入宫伴读的人选，就由3女儿云姐儿入宫吧。除了云姐儿，其余人等全都退下。嫡母，为何要选我？我样样不如大姐。因为你没有野心，只有在夹缝中求生的本能。只有你这种人，才能在那吃人不吐骨头的深宫里活到最后。记住我的话，你入宫的任务不是去争宠，也不是去讨好公主，你的任务是给我活下来。记住我的话，看清局势，找到软肋，一击致命。女儿谨记。国公府出来的女儿倒也还算规矩，只是公主千金之躯，你务必用心伺候。若有半点差池，你和你身后的人都担待不起。
启禀陛下，奴婢冤枉。你如何自证祭白？奴婢略懂药理，燕窝更性行，但若与性温大热之物同时，便会引发内火攻心，状若中毒。敢问太医，是否如此？确有此说。你胡说！本宫那是给公主补身子的。够了！此事必须彻查，将丽贵妃宫里的药渣药方全部彻查。回陛下，那根本不是补药，而是损害心脉之物，与燕窝相遇变成剧毒。毒妇！陛下饶命，臣妾冤枉啊！传旨，丽贵妃禁足，二皇子夺权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镇国公世子萧红教导有功，特晋升为大理寺卿，即日上任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着新任大理寺卿萧红重审3年前户部侍郎周冕坠马案，限期3月，务必查明真相，不得有误。周冕案，皇帝这是要把我们当刀使，去挖二皇子的根。娘子，你看，这是要把我们放在火上烤啊！查下去就是二皇子，查不清就是抗旨。二皇子会杀了我的，他一定会派人来杀了我。他当然会，所以我们必须在他动手之前，先把他送进地狱。大人，失火了，5座老两口都烧死了。老板一家半个月前就搬走了。死人才能让活人看清对手的模样。你只管查，剩下的我来。下官有要事禀报，这份血书指证萧红威逼作伪证，杀人灭口。我作证，世子深夜密会马夫，我亲耳听见世子下令清理证物。我对娘子，这次我们是不是输了？抬头，挺直腰。你是镇国公府的世子，就算要进大理寺的牢狱，也得走出个样子来。记住，这场戏才刚刚开场。回府。拿着我的令牌，启动全部封媒。我要二皇子和他所有党羽，从出生到现在的每一件脏事，尤其是3年前旧案的资金往来，全部摆在我面前。是。只要皇后不动摇，皇帝就不会下定论。二皇子，你想玩，我奉陪到底。
母亲，找到了伪造血书、收买人证的郭坊，就在吏部侍郎张成府邸的地下密室。但张府守卫森严，硬闯就是送死。硬闯？我们为什么要硬闯？我要让他自己把证据恭恭敬敬的送出来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宫里出大事了！二皇子早朝带了您当年的未婚夫张公子，当庭污蔑您水性杨花，提刀追杀他，说您是蛇蝎毒妇，还说世子爷受您操控，伪造证据构陷忠良，现在满朝文武都信了。备车，我去求见皇后娘娘。明日早朝，我要亲自上金銮殿自辩。陛下，微臣状告镇国公世子妃，当年他尚在闺中，便与人不清不楚。被我发现后，竟恼羞成怒，深夜提刀追杀我整整3条街。此事京中人尽皆知，这样的毒妇，她的话如何能信？她调教出来的丈夫，又岂会是良善之辈？天哪！镇国公府竟出了这种事，难怪世子会被他死死操控。父皇，张公子字字泣血，此女构陷儿臣，只为满足他的权力野心。恳请父皇彻查，还朝堂一个清白。沈氏，这一次我直接从根源上摧毁你的信誉，看你如何翻身。疯了，他怎么真敢来？真是不知死活。臣妇镇国公世子妃参见陛下。此地非后宅，妇人不得干政。朕念你护夫心切，破例给你一次机会。谢陛下天恩。张公子，你说我与人私通，那人姓甚名谁？哪年哪月哪日被你捉奸在床？说出来，我今日便一头撞死在这金銮殿上。我记不清了，大家都这么说。是记不清，还是根本没有？当年是你与我的陪嫁丫鬟春桃，在沈家后花园假山后行苟合之事，被我撞破后，你倒打一耙，只为吞我沈家嫁妆，填你张家的亏空。这10几年的毒妇骂名，我认了。可你今日敢把脏水泼到金陵殿上，构陷忠良，臣妇不认。我当年提刀追你，是因你背信弃义，说这也算毒。天下男子的安拉罪过，又该当何罪？陛下，公道何在？陛下，臣妇的清誉是小，但若有人利用这点旧事，掩盖其通敌叛国、动摇国本的滔天大罪，那便是诛九族的死罪。通敌叛国，他怎么会知道？臣妇有密报呈上，这是他们走私精铁强奴给北京蛮族的账册，是二皇子党羽的受贿名单，更是与蛮族约定里应外合的亲笔密信。所有证据都是刘哥昨夜潜入张府密室取回。不是我，都是二皇子逼我的，他们想要杀我全家。都别过来，放我出宫，给我备马，否则我立刻杀了他。孽子，你敢！二皇子，你以为今天还能活着走出这座宫门吗？老二，你太让朕失望。你真以为没有朕的默许，一个妇道人家能带着密报踏入金銮殿？传旨，二皇子通敌叛国，废为庶人，
打入天牢，其党羽一律革职查办。镇国公世子萧红恒冤受屈，即刻无罪开设，加封太子太傅。臣妇代夫君谢主隆恩。朕早知你必会入朝陈情，今日之举，既清奸佞，义正朝纲，做得很好。臣妇不过是尽本分，不敢居功。你既能破二皇子私藏密信，又能调私兵控大局，可见城府之深，手段之稳。臣妇只想守国公府与神府两门平安，这些手段只为自保。也只有你这般女子才能把自保做成清君侧。若身为男子，必是朝中柱石。臣妇虽为女子，亦知忠义。男子能守国，臣妇亦能守家。好，往后国公府内务由你全权主持，朝堂之事你复旦有不决，可由你暗中参详。朕信你。谢陛下信任，臣妇以家族起誓，此生忠于大前，忠于陛下，绝无二心。夫人，你受苦了，你受苦了，我都听说了。你为我回家吧。你们总算回来了。朝堂风波尽散，冤屈得雪，我镇国公府终于清清白白。好孩子，这一路辛苦你了。若非你果敢坚韧，孤身赴殿，力挽狂澜，我们萧家这次真的要万劫不复。儿媳身为萧家妇，自当守护萧家清白，分内之事。往后有我在，绝不会再让夫人以身涉险，独自逞样。好，好，好，风雨中过，阖家圆满。我步步筹谋半生，不求荣华权柄，只求家人平安，阖家安稳。回家吧。